像平日的朝中之生灵。陛下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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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救命啊！石敢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侮辱天庭命官，妄自为尊，做法欺天，这是罪不容诛。陛下，臣已得到武德星君五合龙王阴谋陷害洛河龙王的真凭实据，请陛下详查。石敢当，哪个让你查此案？哪个要你真凭实据？你本为下界石妖，蒙朕青睐才应召上天，封神立圣。哪知你不知好歹，刚愎自用，执意挑战天庭尊严，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来人呐，将石敢当给朕拿下！陛下，你用人不察，在天庭酿成如此冤案，他已是失德败法。而今明知冤情早早，竟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面子，罔顾事实法理，令冤情不得雪，枉死不得生，实在令人齿冷。如此做法，与那倒行逆施的天地少昊有何区别？陛下，你败坏上天公允之德，必须向天界下诏，罪己谢过，否则难服罗天众神。来人呐！来人呐！将这犯上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相助。是。打得住手！哪吒，你这是做甚？陛下，请容臣问明缘由，再答不迟。石敢当，前日你与玉帝在凌霄宝殿争执后离去，说是要寻找洛河龙王惨遭冤杀的真凭实据，而今臣已经无缘无故地将2位天庭命官崩掉于凌霄殿上，又逼迫玉帝下诏罪己，实在是狂妄之极。今日你说清缘由，还字罢了，否则本神定将尔明正典刑。海回大神有所不知，这2日某上天入地，已拿到了武德星君和古河龙王阴谋陷害洛河龙王的真凭实据。这些书信就是2贼密谋此事的明证，其中还有古河龙王送予武德星君的礼单。你手中的便是真凭实据。正是。他这是血口喷人，毒计陷害，毫无天证。三太子，莫信他胡言乱语。哼，这些书信是武德星君的夫人亲自交给某家的，信里已将奸谋说得再清楚不过。只有玉帝陛下看过这些书信，事实立判。胡说八道！我夫人怎会将信给你？哼，这是冥界秦广王的供词。这是什么供词？武德星君得知某要重查此案，定会来到冥界，因此派使者与秦广王联络，因害石敢当性命。古河老龙为此还送了一箱珠宝。现在秦广王大殿由我2位兄弟看押。请陛下御览。好了好了，此事以后再议，先给我拿下这个反叛！陛下，怎么，朕的话你没有听到吗？陛下，臣以为如此做法不妥。你说什么？
俗话说，天不藏奸，意思就是天界从来没有冤假错案。可今日石敢当却拿出了真凭实据。陛下，如果说洛河龙王一案真的是冤假错案的话，那陛下应该急行拨乱反正才对，怎能为一己私欲枉费天道？你，陛下，三太子所说正是众神的心声啊！今日冤杀了一个洛河龙王，陛下为了自己的颜面不予追究，这无疑给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佞神佞鬼有了可乘之机。往后还会有多少天界之神惨遭冤案？如此下去，天将不天，国将不国，少昊的悲剧将再次重演，天庭战火重燃。千年前那惨烈的一幕将再现于此啊！神毁天灭，万劫不复啊！陛下，请陛下先行查阅石敢当所提交之罪证，如不属实，不需陛下说话，臣等必当同心戮力，擒拿此贼，明正典刑。正是。斗牛宫28星宿何在？立即上前擒拿逆贼石敢当！怎么？你们？陛下，先生和海会大神言之有理啊！自古天公地道，不能为一己之私罔顾天条法理，望陛下察纳雅言。啊！难道你们都与石敢当是一般想法？陛下，公道自在人心。洛河龙王之死，实乃开天辟地以来天界从未有过的冤案。按理说，以玉帝陛下之能，只消微睁慧眼，便可澄清事实，令冤案得雪。然而，事关陛下的颜面，陛下不愿插手，这也就罢了。可如今，石敢当上天入地，费尽移山心力，终于得到了冤案的真凭实据。可陛下却仍然拒绝翻查，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今日凌霄殿上的都是罗天众神，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洛河龙王遇到的事情。俗话说，兔死狐悲，勿伤其类，求陛下详之。请陛下开恩，详查冤案。众神请起，朕云查便是。谢陛下天恩。来人呐！将武德星君和古河龙王带过来。是。冤啊！陛下，石敢当殴打天庭命官，私自炸毁古河龙宫，罪不容诛，请陛下为臣做主啊！闭嘴！200年前错语之案，真情到底怎样？给我从实招来！陛下，微臣秉公处断，没有半点私心呐！陛下开恩！陛下，恳陛下饶命！哼！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这样。本来朕以为尔等不过就是错判冤判而已，谁知道这其中竟有如此巨大的阴谋。武德星君为图报复洛河龙神，收取巨额贿赂，竟无中生有，将克扣降水之罪强加于洛河龙王身上，致令洛河司与大龙神惨遭冤杀，实在是从未有过的奇冤。武德星君、古河龙王
欺心逆天，陷害神旨，罪该万死。着急将这二神送至灭神台，即行诛灭。陛下开恩！陛下开恩！陛下押下去！陛下开恩呐！虽得星君，虽为武德星君胁迫，却未曾揭发密谋，反而助纣为虐，情实可恨。我即削去顶上三花，打入凡间。陛下，这一冤枉，朕再也不敢了！陛下，陛下！玄天高绝武圣天尊偏袒属下，误导天庭，实为不公之举，着叩头训诫，面壁思过。臣勿听谗言，本位之私，治吾圣聪，何该教训？朕为保尊严，罔顾天道，险些为佞神所用，实为不检。明日33重天玄天台上下诏罪己，谢过众神。陛下圣明，万岁万岁万岁！众神平身。谢陛下。臣实敢当，听候发落。石敢当虽行事粗鄙，不循礼法，却明正耿直，至公无私。天威之大，不能令其屈；神道之盛，不能令其折。为求公义，锲而不舍，最终竟能纠朕之错，拨乱反正，还天道之功，实为难能可贵呀！像石敢当这样忠正耿直之神，是天庭之宝，三界之宝。今爵封石敢当玄天高绝武圣天尊，位列天神第1品，并在此一般恩典，三界之内，凡有不平之事，武圣天尊石敢当皆可管制，潼关不能查。这般恩典管辖三界，其责不可谓不大。陛下，石敢当粗鄙无闻，滥言忤逆，却蒙陛下如此厚奉。陛下，你是三界最正直的天神，石敢当向你叩头谢罪了。朕知道。这个头磕的是真心的。知臣者，陛下也。三弟，冤情昭雪。你姑父也得以重新在神界脱身，你再没什么牵挂了吧？大哥，哎，快起来，快起来！大哥，老身没有更多的言语，从今以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全凭大哥一句话。好，我记下了。时辰已到，你该回洛河道场去了。告辞。哥呀，啊？我也走了。没事的时候到泰山来找我。咱老哥们儿
喝上几杯。哭什么？没出息！哥呀，这么多年一起出生入死，突然要分开了，心里难受啊！嗨，二弟，你这样哭法，让旁人看到岂不难堪呢？啊，别哭了。那我走了，你一个人多保重啊！好。300年来，我等在这弱水河畔隐匿行藏，德不待见，等的就是这一天。而今结束已尽，万法归宗，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们。自今日起，不仅仅是3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立刻出发，杀入3界，夺取天庭。身为冥王，当何一职？如何这般仓皇闯入，大呼小叫，却是为何？大王，冥界忽现100丈巨蟒，奈何桥塔黑水倒流，鬼杀叛逆，运送阳鬼投胎和阳间死人进入冥界的轮回隧道中的正反旋风突然停止。而今投胎之鬼出不去，阳间死人的魂魄又进不来，简直是天下大乱呐！啊？什么？
大王，请大王做主。不许慌张，在我看来，这怎么回事啊？奇怪。大王，这是怎么了？大王！自我修成金身之后，从未遇到过如此怪事。那双眼睛，大王，看来此事非同寻常。昨日蟠桃园土地来报，所有蟠桃都在一夜之间枯烂坏死，此乃千万年未有的异象。陛下，不光如此，今早仙草司执事来报，所有桃树尽皆连根腐烂，倒坏殆尽。什么？微臣会同各司遍查诸天，可并无异象，不知是什么原因。蟠桃树乃是天地之灵根孕育而成，怎么会无端坏死呢？是何声响？扰乱天庭啊！陛下，微臣马上前去查看。看来今年的蟠桃会是做不成了。陛下，蟠桃大会乃历年盛会，如果不做，会令人感到天界不安的。哎，不好了，你一定要请我。正是。哥呀，你是没吃东西啊，你不觉得累？你可不知道啊，这吃饭是世间最累的事儿啊！哎，我老朱吃完了就想睡觉了。还是老话，不去可以，让俺老实打午睡散心。罢了罢了，俺老朱还是去吧。要干事便赶早啊，否则俺老朱瞌睡该上来了。这也好行事，我们马上动身。去哪儿啊？去找偷剑的妖怪。啊！哎！姑父，这儿不孝，虽然得成正果，却
却不能为您洗雪昭冤。玉帝封侄儿为洛阳司语大王神，可孩儿宁可不要这天职。今日，孩儿特从洛阳城中取来龙泉宝剑，来洛河祭祀。望姑父泉下有知。只是知道哭些什么，哭打老朱心里也怪难受。大哥，好兄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放心，这件事情哥哥一直记在心里，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事情已经过去100多年了，连师父和三太子都不敢出头，更何况你我。大哥，玉帝封我为金神天龙洛河司语大王神，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姑父为我冤死，可是我就不能为他伸冤。不管事情过去多少年，只要是不公，我石敢当就要管。可怎么管？连师傅的……三弟，相信哥哥，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我相信你。三弟，这龙泉宝剑乃是凡间之物，要完璧归赵。是。华宫自今日起由斗牛宫28宿轮流把守。朕要时伫立泰山之巅，寻知天东之门，并携宠于3界之外，并邀业于忤逆之中。自此天下安宁，3界和谐，风调雨顺，和亲海晏。绝功甚伟者，乃泰山十圣，3界大护法石敢当。朕因其卓功智慧，彰显其忠勇不屈，特爵封为玄天高绝永圣广义天尊。陛下，石敢
位列神班第1等，与太上道祖、金星老仙、普化天尊、武圣天尊以及紫微真武2大帝同受供养，这有些不大合适吧？臣虽是石敢当之师，却以为风扇过重，请陛下三思。哎，显圣所言差矣。石敢当却拒邀魁罡于化外，宁定天庭，降和3界，是至伟之功劳。陛下，如此封赏，正合其功。显圣不必太谦了。海会大神所言极是，石敢当不仅忠勇智慧，且仁慈宽厚，位列神班1等，正是得其所哉。显圣不必过虑。哈，显圣不必过虑。敢当既蒙众位天尊大帝如此抬爱，杨戬也无话可说，在此谢过众位大神。显圣太谦了。哈哈哈哈！敢当还不谢过玉帝大恩？臣石敢当谢陛下天恩，然臣宁愿放弃天尊之封赏，只求陛下还臣一个公道。天尊之封万劫难逢一次，而怎能随意放弃？还不快跪下谢恩！师傅，请让我把话说完。你，陛下，臣降妖也好，除我也罢，不为封赏名利，不为位列天齐，也不为身在神班，但只为天下之公，没有不平事，没有人吃人，没有冤死冤杀。臣今日宁可不做这个永圣广利天尊，但求陛下能够给臣一个公平。月八，你说说看，给你一个什么公平啊？金身天龙洛和司羽大龙神敖身，请你站到玉帝面前。玉帝可还记得100年前赵黑虎梦斩洛河龙王之事？朕当然记得，那是因为洛河龙王延误时辰，克扣降雨点数，罪犯天条，这才被送上挂龙台。洛河龙王乃敖身的姑父，依敖身所言，洛河龙王乃被冤杀，求玉帝复查此案，还天界一个公道。哦，这冤杀，简直是危言耸听！天界怎么可能有冤杀之事？石敢当，你身为天神，怎可信口开河？自古天公地道，从没有听说过天界还有冤案。石圣之言是受了何人的挑拨？哎，石敢当，自古天道无私，肃静高悬，怎么可能有冤假错案？更不可能有冤杀之事。而误听误信，罔顾天道，实为不智之举。敖身，你来说说吧。启奏玉帝，100年之前，臣与武德星君之子武吉因口角而起争执，发生殴打。我父敖润将臣交于武德星君处置，臣不堪凌辱，便跑到姑父洛河龙王家中住下。武德星君仗势欺人，又跑到洛河要人。幸亏在此之前，姑父到9天应元府雷声普化天尊处替臣讨下了洛河龙兵都统之职，使得武德星君无法得逞。臣想来，雷声普化天尊应该还记得此事。不错，果有此事。当时武德星君要本尊严处洛河龙王和敖身，是本尊说道：“大家同殿为臣，不过是小孩子的几句嬉闹，此事就此作罢也就是了。”武德星君，事情是这样的吗？是，正是。敖身，你接着说。当时臣以为此事已完，没想到几天以后，古河龙王因和一位神算先生元首成打赌，克扣了洛阳城中降水之术，违反天条，
什么？是古河龙王克扣降水点数，此事不是洛河龙王所为吗？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古河龙王罪犯天条，为什么死的会是洛河龙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敖深，你这丧家败门的逆子，竟还敢在这里巧言令色，说什么古河龙王克扣降水，真是一派胡言，罪该万死。陛下，请您立刻下旨将敖深法办。武德星君，你这天庭败类，舞弊佞臣，若不是你从中捣鬼，怎么会有500年前那起冤案？我姑父洛河龙王又怎会冤死挂龙台？你这畜生，在此妄言，莫怪本星君无情。陛下，当年古河龙王罪犯天条，我的星君跪在陛下驾前请查此案。结案后，他接受古河龙王大批贿赂，二人沆瀣一气，串通水德星君陷害洛河龙神，致令洛河龙王无罪遭杀，冤沉海底，100年难雪。陛下，臣所言句句事实，陛下神界领袖，法力通天，一看便知，请陛下明察。陛下，敖深滥言诬陷，公报私仇，臣万死不敢做此忤逆之事，望陛下明察。而且当年查此案，乃是陛下钦点微臣钦差，敖深诬陷微臣，就是诬陷陛下。此子脑后长有反骨，极不顺从。100年前火焚古河龙宫，罪犯天条，而今又在凌霄殿上挑起事端，实为逆臣是也。求陛下降旨严责。陛下慧眼如炬，察天下尚如弹指一般。不要说这种小事，臣请陛下纵慧眼查此案，辨清忠奸，还天界一个公道。陛下，请替天行道。求陛下做主。这2个帮人都跪在那儿鬼叫，我要不去，倒显得老朱没有义气了。求陛下做主。陛下，石敢当等人公然质疑天地无私，怀疑圣宠，实为用心险恶，罪无可患。求陛下不可听其谗言，维护天道尊严要紧。陛下，武德星君所言极是，请陛下维护天道尊严，维护天道尊严。天公地道，人皆尽知，又怎能想到堂堂天庭竟会有如此冤屈之事？陛下，夫迷途之法，枉折事，辨清忠奸，洗雪沉冤，更是匡扶正义之事。没有人会认为陛下因此而失去了尊严，反倒会为陛下的勇于认错感到钦佩。可如果陛下明知情冤，却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听之任之，如此做法有违天公地允，与庶人何异？实为天下齿冷啊！陛下。石敢当巧言令色，妖言惑众，欲在众神之中抬高自己，贬低陛下。陛下，切不可听从啊！得，奸佞小人，天庭败类，为掩盖自己的罪行，竟拿天地尊严当作挡箭牌，真是狼子野心，罪不容诛。陛下，这种奸佞之徒乃天庭祸害，绝不能留。求陛下即刻施慧眼，观百年，辨明是非。求陛下做主。求陛下做主。陛下，100年前之案事小，天地尊严事大，请陛下明察。陛下，自盘古开辟，红军造神，天庭之所以公允无私，就是因为天地有慧眼，众神有异能，令奸佞小人无所遁形。而今天案有异，当遵循天地之法理，以慧眼定是非，请陛下秉公处置。请陛下秉公处置。请陛下秉公处置。天地众神虽有慧眼异能，却不能罔顾天道尊严。且100年前之案，
洛河龙王被杀之后，其家人并未申诉，何以100年之后却来讨还公道？其行不顺，其理不通，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三思。尔等，且起身来，此事当从长计议。是。请玉帝应允，否则臣不敢起身。石敢当，你这是做什么？想要挟玉帝公报私仇吗？什么叫私仇？这就叫私仇。如果洛河龙王不是敖生的姑父，此事你会管吗？在座众圣，只管石敢当者震动。只要有人说出一件我石敢当因私废公之事，殿下，洛河龙王之事我绝不再提。石敢当性格耿直，生性公允，从不藏私。怎么样？还有何话说？你要干什么？石敢当就是要管世间不平之事。你石敢当，你以为你是谁啊？就凭你的萤虫之光，能管得了世间所有不平之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凡人尚且能够做到，难道我们这些被称作神、称作圣的人，连凡人都不如吗？我想请问2位星君，如果罗天众神都像你们这样贪财好色、倒行逆施、罔顾法理、仗势横行，天地主张的大同世界何在？到那时，我们便不再是神是圣，而是一群空有神力、不顾是非曲直的恶汉。你石敢当，你虽已成神，可身上妖气十足，实为天庭所不容。如果天庭能容的都是你们这样的无耻奸佞之辈，石敢当情愿下界为妖。敢当，不可胡言！石敢当，本座对你轻言有加，你不要过为己身。今天乃安天庆功之会，此事容当后议。身为天庭主宰，遇冤案不平，竟然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任由奸佞横行，是否之下难为众神楷模，难成天界领袖，令众生实能。敢当，你胡说什么？石敢当，你好大胆子，竟敢公然侮辱玉帝，我定不能与你甘休。像你这种奸险恶命之徒，早晚出卖天庭，卖身投靠，不过是天界败类。你不可无礼！就是急上，将这犯下的逆贼拿下！住手啊！请玉帝为臣做主啊！陛下，石敢当竟然如此造次，在地前公然殴打2位星君，实在嚣张至极，求陛下严厉处罚。石敢当，贫道观察，似乎是武德星君先动的手吧？你，哼！陛下，石敢当是想打死微臣，求陛下做主啊！这等奸邪小人有不如无，不如大杀痛快！来！住手！石敢当，朕再三让你，你却不识其道，
竟在朕面前动起粗来，好大的胆子！玉帝，为了自己一点点可怜的尊严，竟是冤案如不见，视人命如同草芥，包庇佞臣弹压政治，如此处事，当年的天帝少昊有什么区别？少昊被众神推翻，最终死于刑天手中。如果你也如此倒行逆施，少昊便是前车之鉴。来呀，将这逆贼给我拿下！石敢当，你虽一介神班，但蛮横无理，不循天道，实在是罪无可赦。我今依你正法，以肃三界之律。来人！停啊！陛下，石敢当有大功于三界，如此下之，人心不服啊！求陛下三思。这厮将朕比作少昊，真是罪该万死。了解，你身为朕的外甥，难道也要帮助石敢当与朕为敌吗？这。好了，此事毋庸在意。来人，将石敢当押至寡神台，用无钩刀处以极刑。是。陛下，陛下，是为微臣挺身而出，微臣愿意替他而死，臣也愿替舍当而死。再有讲情者，与石敢当同罪。陛下，石敢当虽村颇横蛮，但刚烈正直，乃我天界不可或缺之人。离儿请陛下法外开恩。太上道主请进，朕不敢受此大礼呀。请陛下开恩。太上道主，石敢当搅闹天庭，如此之人，怎可再留天界？请陛下开恩。诸位大臣，这是做什么？难道要逼宫不成？闭上你这厮的鸟嘴，否则某一刀将你劈成两片。先生息怒，先生息怒。尔等起来吧，放开石敢当。大哥，大哥，陛下，石敢当村粗无礼，任凭玉帝降罚。只是落号龙王之事，如何处置，还请示下。你。石敢当，尔虽有寸功，但扰乱天界，罔顾帝尊，肆意妄为，公罪相抵，本应重处。怎奈众神相求，自今日起收回尔手中的盘古开天约。什么？不得行军，水得行军。臣在。石敢当巨钺收在凌霄宝殿中，由你二人昼夜看管。是。玉帝，此时处置不公，还石敢当心中不服。啊，大哥，算了吧，大哥呀。诸位大臣，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玉帝。落号龙王之冤，他不是不能管，而是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不敢管，不愿管。不，他不管我管，此事我老主的结果，石敢当坠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如此不公，真是令人齿寒呐！甘当，你是石头所生，不知道人心的弱点。如果今日玉帝慧眼察知武德星君等人陷害洛河龙王的阴谋，那就是他玉帝用人不察，处事不详。再说，洛河龙王已死去100年，已经不能复生，就算查清此事，也不过就是个说法而已。对于他来说是个说法，可对于那些受害的人，是要永受煎熬的。这就是世态炎凉。玉帝乃天界领袖，高高在上，才不会体会熬生这种小神的痛苦。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怎么在玉帝身上就偏偏看不出来呢？好了，而且你失了巨斧，便没有了威风。若不是刚刚太上老君和二郎显圣为你说情，恐怕你连性命都难保了。我劝你，还是莫管此事。不，这事儿我管定。你当真要管？当然。哎，我听说洛河老龙王斩首后，魂魄一直在地府中并未投胎。为什么？我只听说，每次将他推进轮回隧道，却不能投胎，被隧道的正反旋风刮了回来。哦，那却是为何？很多人都说他是被冤杀的，忠魂不散。隧道中的正反旋风虽然厉害，却镇不住那一点正气，因此不能脱生。此事不知是真假，我也是道听途说。哎，千万别说我告诉你的。甘当，你一定要小心。如今你没有了兵器，我们又无法供人帮你。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我记下了，在我落难的时候，哪吒小郎仍待我如故旧，容实敢当厚报。说实话，我就是佩服你的这股精气，不论何时，永远不倒。甘当啊，你已经成仙成圣，不比从前在下界的时候，还是要懂得克制啊。早知天界是这样的，还不如去下界做妖怪呢。大哥，此事你已做到仁至义尽，小弟再也无话可说。放弃吧。是啊。还是那句话，上天入地不闹出个名堂来，别想让我罢手。大不了我实敢当像当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般，大闹天宫。哎，这。开城门！快去禀告提广大王，时圣来了。哎，请时圣稍后。现在丢了巨斧，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星君让我转告大王，明日派人送礼物过来。哦，好说好说。大王，泰山石圣三界护法石敢当来了。说曹操到。好了，我知道了，去吧。是。
师到后面休息，让我来对付他。我要让他回不了阳间。好。哟，师生，别来无恙啊！不敢，尊神便是明帝秦广大王。正是。久闻师圣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风姿绰约，名不虚传呐！不敢。请。好。大王，闲言少叙。今日本尊来到这里，是想问一问明帝，100年前被杀的洛河龙王的魂魄，可是在你处收押？正是。师生问他干什么？是这样，玉帝将洛河龙王冤杀，命本尊将他的魂魄取回阳间。好说。既然师圣亲自来了，表叔取老龙的魂魄，就是让我随您走一走，也不成问题呀。请坐。好。上茶。请。且休叙话，先带我去见见洛河龙王如何？好，让我查查他关在何处啊！怎么还没查到？洛河老龙不在头台之侧，我再看看另一本。精心配制而成的万重丹，怎么样？味道不错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星君厚赐于我，要本王结果你的性命。石敢当啊，石敢当！可笑你一个后辈小神，不知厉害，竟敢招惹我的星君，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怎么样，尊师？这就叫手到擒来。大王妙计，小弟不胜钦佩。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石敢当竟栽在你的手里。现在怎么办？这死啊，毕竟是成神之人，已超越生死。怎么将他放逐到阴山背后？他已服了我的万重丹，再也不能恢复法力。哼！一辈子也别想再回到阳间。狗！泰山石圣3界护法石敢当。原来是泰山大神，老朽有礼。不知大神怎会来到阴山背后？到了这里，就再也回不了阳间了。我是鳌山的朋友，特为龙君而来。什么？你是鳌山的朋友？正是。看来哪吒3太子说的一点不错。
果然没有离开。敖神还好吗？而今他被玉帝封为金神飞龙洛河司与大龙神，接替了你原来的位置。真的？你说的是真的？是做了洛河司与大龙神？正是。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敖神一直以为自己之过现辜负冤死，心中万分愧疚，千方百计想要为龙君洗雪沉冤。在下奉他之托，深入地府探查究竟。此事已经过了近100年，恐怕是难以平反昭雪。但盼敖神能够秉心正义，做个正直之神呐！请龙君放心，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师圣啊，阴山背后乃是众神死地，到了这里，没有人能够重回阳间。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秦广王与武德星君沆瀣一气，使毒计陷害我。说什么天公地道，天不藏奸，其实一样的混沌黑暗。宝龙君，别泄气，这次我石敢当要不到天翻地覆，纳他个玉女成亲，我便永不在天界立足。而今师圣身陷阴山背后，该当如何是好啊？武德星君和秦广王这帮孽畜可能不知，玉帝赐我一般异禀，3界之中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留得住石敢当。